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半年来啊，这个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在看啊，俄乌双方谁能坚持的时间更长？因为现在双方呢，谁都不愿意谈，也就是希望在战场上取得更多的战果以后，给自己啊就增加更多的这种筹码。因为谈判需要筹码啊，所以筹码越多，那谈判的结果当然就越好。所以呢，都在战场上啊，希望取得更多的这种成果。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谁在战场上可能能够取得更多的这种战果。因为作为就是乌克兰一方来讲呢，他现在就是作为人员，他又新征募了。他说是100万的兵员啊，不管这些兵是新兵还是老兵，是什么样的兵，起码人是有了存在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武器装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北约，特别是美国给乌克兰呢还在不断的提供这种装备、弹药，而且呢现在的这种武器装备呢可以说越来越先进。比如说从原来的近程、中程的这些武器装备，现在呢中程、远程的装备，毁伤力更大，这个打击精度更高的武器装备呢，开始向这个乌克兰更多的提供。特别是过去没有提供这种战机，现在也在帮着乌克兰培训飞行员。然后呢，下一步会不会从东欧的国家，它还有一些这个战机，或者是说呢，从一些其他的北约国家里边调一些比如说老款的这个 F-16、F-15这样的战机交给乌克兰来使用，因为现在有飞行员了嘛，在逐步的培训嘛。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使乌克兰呢在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中呢发挥争夺制空权，然后呢由空中对陆地或者海面目标进行打击进行一种就是这种增加战力吧。那我们再看，就是你除了这个战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国家的整个制造生产还有这个民生的问题。因为这个从俄乌冲突以后呢，就是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把乌克兰就是制造飞机、坦克这些重型装备的军工厂全给毁掉了。那也就是说，从这半年的情况来看呢，乌克兰呢，它自己很难制造这种，比如说飞机坦克这种重型的大型的武器装备没有。那这些必须要依靠北约或者是美国给它提供。还有一点呢，就是最近呢，乌克兰又通过最高拉达就是总统签字，把这个国家的这种战争状态的时间呢向后推移了，就是3个月，也就90天左右的时间。那从现在签署8月份签署到往后3个月，那就大家可以看到，起码推到了11月份11月份那基本上就是进入了冬季了。那也就是说，从乌克兰就是军事冲突或者是交战的这种心态或者决心来看呢，它是准备再往后拖3个月就是我还能坚持3个月的时间，拖到冬季。那这个既然有了决心，也有了兵源，那就看武器装备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运进乌克兰，交到乌克兰的这些官兵的手里，然后你才能这个跟俄罗斯进行对抗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是要看就是西方对它的武器支援，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支撑。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呢，很多的就是生产还有包括这个民众的生活，就衣食住行这些事情都是要经费的呀。你没有正常的生产，你没有正常的贸易，你怎么能够支撑这个国家的这种正常的运转呢？那现在这个欧盟本来是给他提供了不少资金的但是现在也有问题就是虽然这个难民帮他收了一部分资金，也资助了一部分，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推移，欧盟自身也遇到了麻烦包括美国自身也遇到了麻烦，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就举英国为例因为英国从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以后，这半年来它的物价已经达到了就是上涨通货膨胀10.1%，这是40多年来英国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况。那现在呢，这个经济状况不好，
那当然，约翰逊他已经这个辞职了，现在是保守党在竞争啊，就是新的党魁来接替这个首相的职务。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现在国内啊，就由于通货膨胀啊，老百姓呢非常的不满，那么都嫌工资低，嫌物价上涨的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铁路工人罢工，然后是地铁啊，就交通运输的这些工人又罢工，然后护士又罢工。我想这样可能引起连锁的反应啊，就是恶性循环。那这样一来，即使他换新的领导人，这个经济政策或者是这个对外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么英国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那么多的经济上的支撑和军事上的支撑？那么我们仅以就是英国的情况来说，欧洲这些国家的，或者是北约这些国家的情况，那么法国、德国它当然也有类似或相同的问题。那你不能够给乌克兰过多的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支撑，那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他想取得战果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再反过来看，本来呢，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达到了几千项，前所未有。他以为呢，通过这个时间，也就是战争的时间或者军事冲突的时间延长，可以把俄罗斯给压垮，因为它内乱啊，因为你经济上运转不了啊，你石油、天然气、你能源都没法出口，粮食没法出口，你经济上就断链了，你就垮台了，因为这个链子转不起来了。但是没有想到，俄罗斯现在挺住了，而且呢，它的这个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啊，它比2021年增长了16%啊，也就是有大概38%的这个收入的增长，大概是上千，就是这个是以亿来计算的这种能源的收入，那就大大的支撑了它的这种战争的潜力。况且它国内呢没有乱起来，它国内呢就是虽然有通货膨胀也有这个有一些经济上就是供应链的断裂，包括这个对外贸易上的一些麻烦，但是它现在仍然在挺着。所以我们看呢，现在俄乌双方都在想尽各种办法来使自己的这个综合的国力，或者是这种大的就是自己国内这种循环能够转起来。那么谁坚持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一场军事冲突的胜利就可能在谁的手里。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它只能赢不能输，因为它一旦输掉，那个美国现在拿着它几千亿的外汇储备，那可能就没有了。他打赢了，那这些钱全都会回到他的手里。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在观察，就是俄乌到底谁能够挺到冬季，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到谈判桌上来成为一个胜利者。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